中国股市最近夯得不得了，寒武纪的崛起见证了中国股市的转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中国的股市出现了一个完全转股的转捩点，以后呢再回头看，你就会说这叫做历史上的一天，因为整个中国股市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脱胎换骨了，已经朝向一个成熟市场的股市结构来迈进了。我们先从最近 A 股疯狂的涨势开始讲起哦，不晓得大家参与到了没有？A 股不断，这个中国股市不断的一直的往上涨，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直狐疑，想说中国经济很好吗？怎么股市涨成这个样子？好，那这一回呢，到底是谁把股市给撑上去？在股市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上涨靠钱堆，下跌靠风吹。上涨要靠钱堆的，钱哪里来？我们就带你来看这一回呢，在钱从机构法人来。保险机构，然后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个法人，大家呢还有这个保险公司、主权基金，都是从这些方向来的，也就是大人把这次的中国股市给推上去的，散户都还没有进场，因为大家都还在半信半疑，涨了觉得应该待会就要跌了，怎么又涨了？可能待会就要跌了，一直没有进场，反倒是这些大人们、主权基金、保险公司还有机构法人赚得荷包满满。那这一回的一个涨势呢，大家就说了，哇，很像2015年啊，那个时候呢也是疯狂往上涨，然后就疯狂下跌。但这次不太一样，上一回呢，你看到非常多的散户，大家那时候不是开玩笑吗？讲说连和尚都开始开会要买股票啦，对吧？但这回不一样，这回呢，把钱砸进来的都是这些口袋很深的机构法人，所以状况是不一样的哦。那你说为什么机构法人突然间把钱撒进来了呢？政策放宽了，我们看到中国呢，他们的金融监督总局呢放宽了这些保险公司他们可以投资的一个上限。过去呢，保险公司都是有一个上限的，那现在呢往上调了，更多的一个资金活水可以进入到资本市场来，所以呢就不断的往上推了。即便是大家说现在房地产泡沫，即便是大家觉得中国现在经济很萧条，中国的通缩非常的严重，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在萎缩。完全无碍于中国市场持续往上推高。好，那涨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就觉得哇，会不会有一点不理性啊？非理性的荣景会不会是随时要泡沫呢？我们就继续带您看，中国股市在过去这1个月当中，它的市值增加了1兆美元，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然后非常多的股票呢，都不断的这个往上创新高。但是啊，你说基本面很差啊，我们刚刚讲到通缩还在持续哦。我们来看通缩，你要看一些重要指标。在中国呢，生产者的物价指数连续第34个月的往下跌，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物价呢，现在还在持续往下滑当中，这就叫做通缩。通缩就是经济不太好，但即便中国在通缩，但交出来的一些经济成长率呢，还是比全世界好很多。我们来看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大摩，他预估中国在第3季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4.5%左右，那比这个全世界平均的3%还要更高。但是这个数字跟过去的中国比非常不 OK， 很不好。所以呢，现在你会看到中国呈现的状况是市场股市大多头，但是呢基本面呢非常空头，所以你就会觉得天哪，我这个人很矛盾啊，我天人交战啊。你看到那个基本面，你就觉得哇，这个股票买不下手，但是你看到股票一直在往上创新高的时候，你又忽略了基本面。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就是一个股市多头，基本面空头互相对峙的状况。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很奇怪，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市场在转股的一个现象哦。什么样的转股呢？中国的股市呢，当然比这个台湾的一个市场来讲年轻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台湾的股市的一个转股的过程来跟大家解释，现在中国股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个转股法。
一开始股市开始的时候，你要教导人民说，哎呀，我们要有这个投资股票的概念。那你投资一张股票呢，就是你投资的这家公司，你是公司的股东，那你要成为他的股东，你要看好他公司的前景。那刚开始你要说服人，愿意来投资，我拿钱去买一张纸，一张股权，对吧？甚至有很多人是看不到那张股票的，对不对？我们用钱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我买了一个股份。好，那一开始你要说服人民，那你要告诉他说，你可以投资这家公司。那我们这个将心比心来想，你一开始你对于整个股市的结构不是很理解，你不太了解这样一套的金融游戏规则的时候，你会买什么样的公司？买那个我确定他很有钱的公司，我确定他赚得到钱，我确定他即便倒了也不会害我亏很多的公司。比如说在台湾，当年大家买的是有非常多土地的公司，所以那一年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台湾的这个股市呢，这个涨得非常多的股王啊，都是那些寿险公司，要不呢就是那些这个台塑集团，他们有非常多土地，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传产的公司哦，或者是银行金融业，大家会觉得很认同，会觉得我放心。那个年代，你告诉他说你可以买电子股，你可以买那个科技股。他觉得什么科技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太风险了，不 OK。所以你看到一开始的一个市场，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一开始呢，会好的股票就是金融股、传产股，他们有大的土地，然后或者是他金融股，你就觉得银行那钱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政府给你做担保等等等，好像很放心。这样的股票，它的一个这个股市的一个成分比重会比较大。但是呢，你看到台湾的例子，后来呢，当产业升级了，科技越来越日新月异了，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会开始转移的。后来你就发现了，现在的台湾股市当中，当然是电子股市第一把交椅，最大的一个这个类股板块哦。目前为止啊，台湾的一个这个传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比例已经降到了大概30%左右，电子股呢已经开始往上涨到70%左右的一个比重了。这是台湾市场的一个演变。中国现在正处于那个转过去的那个时间点，转类点。所以我刚才会告诉大家说，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请你记得这个日子，2025年8月22号，什么日子呢？中国股市转股长成大人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它的一个电子行业的总市值超越了金融业的一个总市值，也就是说，现在在整个中国股市当中呢，电子行业它是市值最大的板块，就是最大的类股电子股。现在呢，就跟美国一样，跟台湾一样，跟很多先进的一些市场是一样的，所以才会讲转过去了，转股了。现在中国的这些股市呢，正在面临到的就是整个价值重估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中国股市呢，大家也开始追逐那些科技创新，然后不断的电子行业，然后最新的科技有什么样新的研发，开始追逐相关的一个类股。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非常夯的寒武纪。寒武纪呢，应该是今年最神奇的一档股票了。股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寒武纪呢，它这个号称啊是中国 AI 第一股啊。有人说它是辉达的平替。寒武纪呢，它是一家IC 设计公司。好，那它设计的就是 AI 晶片。它在2020年的时候正式上市，到现在也才5年左右。它2016年成立的哦，好，5年上市的很年轻的公司，但是它一度冲破了这个天花板，因为它超越了这个茅台，变成了中国的股王。虽然是一度，但它也超级厉害。好，我们看到了它现在的市值高达6000亿，做的就是 AI 晶片。那你说怎么那么棒啊？因为它交出了一份非常棒的成绩单。它的成绩单呢，上半年的营收，它终于赚钱了。转亏为盈，而且呢，他赚的钱之厉害，他赚的钱呢28.81亿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叫做43倍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爆炸性的成长，所以大家都说他交出的那个成绩单真是爆了，太厉害了，太火爆了。好，那寒武纪交出了漂亮成绩单之后呢，它的股价当然也就火爆了，一路的往上冲高不断冲，然后就已经超越了茅台嘛。那当然后来有一点点回跌，但现在高盛呢说，寒武纪它的目标价看到1800，这个1400多已经超厉害，像1800。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寒武纪到底到不到得了那个地方哦。好，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寒武纪它推出的让它爆炸性的超棒的一个这个商品，它的一个晶片叫思源590的晶片。这个晶片呢，据说是有这个辉达 A100这样相当于 A100的一个成效效能，非常厉害。那这就是这个中国国产晶片的骄傲了哦！你直接呢可以拿它的一个这个思源系列的晶片，你看可以做 DeepSeek， 亦或是现在有非常多像是腾讯、像阿里巴巴、华为都用的是寒武纪它这样的一个 AI 晶片。当然，华为有自己它研发的部分，但它部分也用了寒武纪，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寒武纪的股价，它的本益比已经来到了500倍。跟其他的同业大约的那个本益比大概70几倍来相比，它已经是溢价幅度非常多。但是呢，你说它就再不会涨了吗？哦，那不一定，因为呢，我们来看到这是一个中国晶片的骄傲了。那你可以给它爱国心再加成非常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本益比上去。我们来看到有一位这个股市的一个大家，他这样讲哦，他说，现在呢，寒武纪的一个这个股价是没有锚点，全凭信念。你觉得它会到多少，它就到多少。信念在哪里，梦在哪里，它股价就到那里。好，那寒武纪是一家很神奇的公司。我们刚刚讲2016年它才正式的成立，它是一对兄弟成立的。这对兄弟啊，哇，学霸兄弟，很聪明的脑袋的哦。这对兄弟呢，一个叫陈云记、陈天石兄弟俩。那这兄弟俩呢，都是非常非常会念书，而且呢，他们在电脑方面非常有成就。两位呢，都是到了这个中科院里头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都念到了电脑的博士，只是他们学习的方向不太一样。哥哥呢，他研究的就是晶片，弟弟研究的是人工智慧，两个人加在一起。AI 晶片，于是就开始了。兄弟俩一起创业，那当然开始的时候辛苦，但是他们一开始呢，因为他们真的很有天分，所以他们的一个技术呢，立刻华为就采用了。华为采用之后呢，寒武纪马上就赚钱。但是呢，华为后来他们决定要自己研发自研晶片，所以寒武纪就突然间的。他90%的业务都没有了，因为他们之前的大单都是来自华为。于是呢，这两兄弟俩啊，他们真的是很特别的两兄弟。他们就说了，他说绝对不可能永远要喝奶水的，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断奶，我们要学会自己走路。于是呢，他就这个毅然决然开始继续研发他们自己的技术，他花了非常多的一个预算在研发。这家公司太奇妙了，通常你说一家公司它要这个拨研发经费啊，资本投资嘛，那你一定是营收的几%，像通常的公司会拨营收的30%，然后做研发，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家公司太妙了，他们是150%。它比营收更多，通通投入在研发了。他们说我背水一战，孤注一掷，我就是要研发最棒的技术。然后呢，他们就不断研发，即便在2022年，美国把他们列到实体清单当中，然后呢，他们就不能再继续下单给台积电了，他们就下单给中芯国际。那当然呢，中芯国际跟台积电的这个技术是有点差距的，所以他们要继续去克服，怎么样用这个中芯它的一个制程，然后可以让他们的晶片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能，所以他们不断投入很多经费在研发。现在呢，他们在全世界他们的这个AI 晶片的市占率1%，虽然很少，因为辉达呢它是80%的市占率，其他的还有英特尔还有 AMD， 但是呢，它有拿到那1%。这就是一个起点，未来他们要继续的往前推进了哦。好，那这对兄弟更特别的是，我觉得是他们的信念。他们说，晶片是一条很长的路，没有捷径的，所有的捷径都是弯路。不觉得这样的理念很特别吗？这就是他们的毅力，而且他们就说，我就是一步一脚印，我就是花钱，我就是去熬，我用命熬出来的技术，这才是自己的技术。我相信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或者是现在很多中国的技术被美国卡脖子的企业，应该都要有这样的决心，用命去熬出来，握在手中的技术才会是自己的，用命去熬出来的技术才能够成为他们可长可久的骄傲。好，那当然这是寒武纪特别的公司，中国的 AI 的希望。但是呢，辉达现在还是在前面，大石这座大山还是越不过去。寒武纪也不讳言，真的是辉达真的比较厉害。那辉达在做什么呢？我们来看辉达最近也公布他们的财报，数字都很漂亮，但是股价在跌。为什么？
就是寒武纪太厉害了。我们看到辉达的财报当中呢，中国的那一块被挖掉了，因为之前呢，辉达是不被允许卖晶片到中国，没有中国的这些收入了，但它的财报维持得很漂亮。但是因为寒武纪交出来东西太棒了，于是呢，现在呢，在这个华尔街，大家担心的就是辉达现在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对手了。虽然这个对手呢现在还很小，但是呢，它的技术呢，它可以自己研发到这样的一个阶段，真的是一个威胁了。所以呢，辉达现在要快点进一步。我们看到黄仁勋呢，他最近就公开了他的机器人的新大脑，新大脑叫做 Jetson 4。然后呢，他说这个新大脑呢，他还写了一封信给机器人，他说：“机器人，请你享受你的新大脑吧。”这个新的大脑呢，就是机器人它的一个模组哦。那这个模组呢，比旧的那一款呢，它的效能增加了7.5倍。那当然呢，就可以容许它的机器人做一些更精细的一些这个动作了，然后可以有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些功能。所以呢，你看到了现在的辉达已经继续的把它的一个 AI 晶片推进到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大脑当中了。那寒武纪要不要赶快追上呢？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中美之间啊，这个 AI 晶片的一个追逐战。当然，现在美国走得很前面，但是呢，中国也靠自己的能力，现在正在努力向前追赶当中。这就是中国的这个 AI 第一股寒武纪最近的一个奇迹了。当然，还有最近中国的一个股市整个面临到转股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啊，我们都在见证历史。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